生成熊猫的我不想卖萌，只想越狱，不仅在饲养室里偷偷的挖了隧道，还把门和窗户都拆得一干二净。就在我即将得逞逃出动物园时，工作人员却及时的加固了围栏和门窗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向往自由的决心。就在今天打卡上班时，院子里一道矮墙吸引了我。思考片刻后，一道成熟的计划应运而生。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，我悄悄地向着矮墙靠近。紧接着，在众多游客惊讶的目光下，我笨拙地爬上矮墙，随后跳了出去。剩下的就便是朝着一个方向闷头狂奔。而目睹了一场越狱的游客反而开心地欢呼着。十几分钟后，身为饲养员的唐月才知道自己熊儿子逃走的消息。焦急下，他只能一边通知安保人员过来帮忙，一边在游客的指引下朝着我逃走的方向追去。而此时的我已经逃到了猴子山这里。见有头熊闯入自己的地盘，猴山的上百只猴子纷纷朝着我龇牙咧嘴叫喊，其中的猴王甚至抓起石头朝我扔来。哼哼，你以为我是上一集那头蠢熊吗？在石头即将到我面前时，我脚下一滑，刚好将这只猴子的石头躲避了过去。而见石头没扔中我，猴王仿佛受到了挑衅，开始滋滋的大声叫起来。紧接着在他一声号令下，所有猴子纷纷捡起石头朝我砸来。面对飞来的无数石头，我嘴角扬起，努力的摆出一个不屑的姿势。石头虽然很多，但我就这么大点身体，再加上距离比较远，所以能够到达面前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。而剩下的石头在我左躲右闪下，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伤害。等到那群猴子扔累了后，我直接抬起爪子一弹，面前的那一堆小石子中的一颗立马飞了出去，并且准确的击中了那只猴王的要害之处。随着一声惨烈的叫声响起，本来还在上跳下窜的猴王脸色一僵，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在地上不停的滚动来缓解自己的痛苦。下一秒，所有的猴子都愤怒了起来，在猴王的命令下发疯似的朝我冲去。面对小喽啰，我可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一拳一个全部撂倒。而更多的猴子在后面猴王的催促下再次涌了上来，来就来，还怕你们不成？看我必杀技熊猫飘飘拳。而与此同时，唐月满头大汗的跑了过来，在看到猴子山发生的一幕后，更是焦急的大声喊道：小风别闹了，赶紧回来！听到身后的声音，刚好放倒最后一只猴的我浑身一颤，完了，玩嗨了都忘记跑路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迈着步子摇摇晃晃的向他走去。在靠近唐月之后，直接抱住他的小腿，将自己的脑袋拼命的在上面蹭着。本来一肚子怒火的唐月看到我这副样子，怒气顿时下去了大半。在这次出逃失败后，工作人员对我实施了一系列监控措施，不仅将那道矮墙加高加固，饲养员唐月更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我。眼看越狱无望，我直接郁闷了好几天，就连平时爱吃的竹子也没啥胃口。唐月还以为我生病了，连忙把我送到医师那里。听完唐月的描述后，医师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连忙转身拿起器材准备好好的检查一下。但是转身的一瞬间，他就看到了让自己吃惊的一幕。只见一个圆滚滚的小团子正坐在一张椅子上面，嘴里正咬着医师还没有吃的包子，爪子上还抓着一块红烧肉，正要往嘴里塞。见到几人看来，我也是老脸一红。没办法，作为一头有着人类灵魂的熊猫，这些食物重生后就没再吃过了。而唐月连忙冲过来将我抱起，小风快放下，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？见手里的包子被抢走，我急忙剧烈的挣扎着，同时不停的挥舞着自己的爪子，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。无奈之下，唐月只好将我放到地上，刚一接触到地面，我立马朝着桌子上的包子冲了过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唐月无奈的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怎么办？难道以后就给小风吃这些东西？而医师看了一眼正在啃包子的我，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只能这样了，等到什么时候他吃腻了再换回来吧。第二天，在吃完唐月精心准备的竹笋馅包子后，我照旧来到园子打卡上班摸鱼睡觉。不懂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一道尖叫声吵醒了我，定睛看去，只见熊猫园的一个角落处，一个4、5岁的小男孩正坐在地上哭泣，而围栏边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正大声的叫喊着，很显然是他的儿子掉下来了。而园子里可不止我这一头熊猫，为了不发生意外，我急忙向着小男孩跑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小男孩的哭声很快就吸引到了另一头熊猫香香的注意力。香香那家伙就是一个披着熊猫皮的纯种二哈，要说他具有攻击性，我是第一个不相信的，所以他这么跑过去很可能是打算和这个孩子玩闹一会儿。但是问题是，以人类小孩脆弱的身体，多半会被这二货直接玩死。眼看着香香已经伸出爪子就要碰到小男孩了，周围的游客都紧张的闭上了自己的眼睛，而我眼见来不及赶到，直接奋力一跃，猝不及防的香香直接被对的在地上滚了出去。众多游客见到香香被推出去，并没有放心多少，在所有人都注视之下，我慢慢的接近小男孩，然后抬起爪子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感受到自己被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触碰，小男孩立马停止了哭泣，随后张开粉嫩的小手扑到我身上，而滚出去的香香似乎有些不爽的再次朝我冲来。为了避免小男孩受伤，我直接一巴掌将他扇飞出去。闭连几次后，香香终于老实了下来，而工作人员也刚好赶到将小男孩抱走了。这小插曲结束后，我再次回到角落打起了盹，而动物园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特意让人在栏杆上面又加了一些标语和提示，这意味着想越狱的难度再上了一层楼，并且唐月还提着凳子直接坐在熊猫园内盯着我。自从知道我有着越狱的恶习之后，唐月就决定做一个冷酷无情的执法者，其实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安全。突然唐月脸色大变起来，他看见原本还坐在那里的我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，然后在地上不停的打滚，嘴里还吐出来白色的泡沫。这下唐月可不敢耽误，连忙冲了过去准备把我送去医务室。难道是这几天吃的东西不对？早知道就不该纵容他吃那些包子。唐月一边抱怨着一边抱着我向着外面跑去，而躺在唐月怀里的我悄悄地睁开眼睛，看着对方脸上的焦急，虽然心中不忍，但为了越狱计划只能暗中道歉一句。随后趁着唐月不注意用力一蹬，直接从他的怀里挣脱了出去。紧接着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迈开步伐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冲去。见这模样，唐月才反应过来被我骗了。不过这个时候不是考虑自己智商不在线的问题，他急忙拿出对讲机吼道：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小风再次逃离熊猫园，请大家小心对待。而此时的我一路狂奔来到一个岔路口上，往右边是去往猴子山的方向，往左则是动物园的出口。就在众人以为我还会往猴子山逃去时，我突然一个加速，直接向着岔路口的左面跑去。完了，这熊猫要跑出去了！在场的游客们心中都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。门口处只有2名保安大叔值守，虽然身上都配有电棍等装备，但对于熊猫的战斗力他们还是有着了解的。看着渐渐靠近的大熊猫，2个拿着警棍保安人员双腿不停地抖动着。见此，我嘴角直接扬起，一声怒吼下，虽然声音还是很稚嫩，但是作为猛兽的威严已然出现了。本来还打算阻拦
拦一下的保安人员直接惨叫一声，连忙躲开。没有了两脚兽拦路，我得意洋洋的迈动步伐离开动物园。由于动物园不处于闹市区，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行人在此。刚出来，我便注意到了一个手里拿着棒棒糖的小萝莉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朝她冲了过去。是时候让世人知晓本熊的邪恶。与此同时，动物园所属辖区公安局内，接线员陈默接到了熊猫出逃的报警电话，正纳闷着是哪个无聊的混球报假警时，局长突然急匆匆的走了进来。所有人准备出警，竹林之家的熊猫暴风逃走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将它尽快抓捕回来，不提公安局的一片混乱。此时我已经来到小女孩面前，在小女孩妈妈惊愕的目光下，我一把抢过小女孩手里的棒棒糖，随后十分熟练的撕开包装塞进嘴里，而被抢了糖果的小女孩却没有大哭，反而开心的欢笑着，紧接着更是迈着小腿蹭蹭的往我背上爬去。看在棒棒糖的份上，让她骑下也没事。爬到背上的小女孩四周观察了一下，随后如同公主般下令道：“我是熊猫公主，冲啊我的战宠！”听着背上小萝莉中二的欢呼声，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只见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男孩刚好将一个棒棒糖拆开，顿时我脸上便露出兴奋的目光。我发誓是小萝莉下令的。小男孩本来只是要吃一个棒棒糖，突然就见到一只黑白色的狗狗带着小姑娘冲了过来，紧接着更是在他惊讶的目光下一把抢走了他手里的糖果。背上的小萝莉更是一脸骄傲地对着小男孩说道：“麻瓜，你的棒棒糖被本公主征用了。”而女孩和熊猫的表现更是让小男孩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。至于小男孩早就被他扔到一边了，那个熊孩子哪有眼前的这个小家伙可爱。这时候小女孩的妈妈急忙跑了过来，一边向小男孩道歉，一边掏出一块巧克力放到他手中。接下来一副十分和谐的画面出现在动物园的不远处，一个放飞自我的小萝莉骑着一头熊猫四处打劫着棒棒糖，身后跟着一个不停道歉的中年妇女。当然同样放飞自我的还有那头忘记自己是要逃跑的熊猫。而此时在警察的帮助下，唐月等人终于找到了这里。看到警车在不远处停下来，并且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很熟悉的身影时，我就知道自己被找到了，当即摇摇自己的脑袋，将自己重新变得憨态可掬起来，随后十分熟练地冲过去抱住唐月的大腿使劲蹭着。回到动物园后，唐月拎着一身泥泞的我走向浴室，随后一边给洗澡一边不时地在我脑袋上拍打几下。你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，每天还不停地吃东西，还这么调皮。听着唐月的碎碎念，我十分不满地发出了一声哼唧，结果胖胖的屁股上立刻又迎来了一次痛击。洗完澡后，我迈着自己的八字步慢悠悠地站起来，打算爬到不远处的阳光地带晒一晒。但是就在这时，一个黑白相间的东西猛冲过来，刚起身的我表示自己有点贫血，觉得这东西有些熟悉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下一秒，伴随着砰的一声响起，我只来得及变换一个表情，就直接被撞飞了出去。由于拥有着难以言喻的体型优势，所以我很顺利的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一个刚洗完澡的小团子立刻变成了小泥球。而见到整天弄得自己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我，终于被自己反击一次了。香香的二货显得异常开心，可就在他欢喜的用自己的爪子拍打地面的时候，一双玉手抓住了他的耳朵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调皮？感受到来自耳朵的危机，香香发出委屈的哼哼声，搞不懂为什么小峰欺负自己的时候从来没有受到过惩罚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十分安静的待在熊猫园内。就在工作人员以为终于能消停几天时，一道焦急的对话在对讲机内响起：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熊猫暴风又越狱了。而此时的我再次将两个保安吓得屁滚尿流之后，我又出现在了动物园的门口。在吸取了前2次逃跑失败的经验后，我没再到处停留，直接朝着一个方向闷头狂奔。来到一条美食街内，一阵阵美食的香味再次留住了我，直接向着人群里面挤了进去。在众人发现我这个不速之客后，纷纷四散逃开，给我让路。我一路狂奔来到一摊烤面筋摊位前，此时老板正将一串烤好的面筋递给顾客，却在这时一张大嘴突然将老板手中的烤面筋抢了过去。感受着自己舌头上的麻辣味和熟悉的烟火味，我顿时眼睛都眯了起来。不愧是人间美味，不过我倒是开心了。可面筋老板却生气起来，要知道这位大姐可是这个夜市里面的名媛，美味的面筋加上她带着特色的招呼声，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过来品尝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想要吃到这么一串烤面筋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排队的。但是现在自己的面筋居然被一只长得像熊猫的狗狗抢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。正在吃着面筋的我就感到有人将自己抱住，低下头看过去，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萝莉正一脸惊喜地看着自己。小峰，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你，你喜欢吃面筋吗？王家一脸吃惊地看着女儿怀里的熊猫，本来还以为是女儿认错了，但是看到这货努力地嚼着口中的面筋的时候，王家就知道自己没有认错。没想到这货又越狱了，还跑了这么远来到这里。想到当时和唐月交流的时候，对方对于小峰一直越狱这件事的无奈，王家不由得扑哧一笑。与此同时，辖区公安局再次因为熊猫越狱陷入紧张状态。接线员沉默这次真的沉默了。局长，你说是不是竹林之家的伙食很差，环境很恶劣？要不然暴风为什么要一直逃走？听到沉默的话，局长白了这货一眼，快点出警，人家暴风一天的伙食比你1周的好。